朋友们，又过了1周。是的，事情的契机是这个样子的。前几天呢，有人送我了一本书，叫做《鸽之美》。这个书呢，每一页都有不同的各式各样的鸽子。这个呢，让我非常的纳闷，为什么要送我这本书呢？鸽之美，鸽子确实是很美，但是关我什么事呢？鸽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和平。是的，鸽子代表和平。哦，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懂，不用再说了哈。这一阵子呢，大家纷纷送我这些跟鸽子有关的主题。好，这个来自于北大魔术社前社长金鱼先生所提供的这个鸽之美，目的呢就是要我赶快更新。所以今天我不就是回来了吗？是的，今天呢许久不见的回到了课堂上，给大家正儿八经的上一堂魔术课。像这样。专业机密 Metric 教学时间。那么虽然呢，今天的课堂呢是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开场，但实际上呢，对我来说是有点沉重和悲伤的。2023年这一年，有2个非常伟大的，对我人生的事业上影响非常大的2个魔术大师相继的去世。一个叫做心灵魔术大师 Max Maven，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介绍他。另外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 David Berglas， 大卫·巴格拉斯。这一位呢，他可以称是20世纪对魔术界影响和贡献最大的魔术大师之一。去世的时候享年97岁，跟我个人呢有非常深的渊源。各位可能有听说过巴格拉斯效果这个魔术 （Berglas Effect）， 这个是一个传说中的魔术。很多人看了他变这个魔术之后呢，一直不知道怎么变的。他这个魔术的秘密成为一个永远的谜。这个魔术的效果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拿出一副扑克牌。好，请一位观众随便说一张牌，请一个观众随便说一个数字，然后数到这个数字之后呢，从上面一张张数到这个数字，就是他说的那张牌。这个呢，被称为魔术界的不解之谜之一，叫做巴格拉斯效果。那全世界的魔术师呢，都在想各种方式去复刻这个奇迹的发生。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版本的巴格拉斯效果。我自己个人在2011年发表了我自己的版本。然后我在央视啊，在很多地方也表演过了我自己的版本。David Berglas 本人呢，每年他都会颁一个奖，叫做 International Berglas Award， 巴格拉斯国际魔术奖。是呢，他亲自挑选这个世界上他欣赏的这个魔术师，然后亲自颁奖给他。过去得到这个奖项的人，各位都知道，大卫·科波菲尔、Darren Brown、Dynamo 都是一些著名的大师，还包括我本人。所以我自己对他的渊源非常深。除此之外，在2011年的时候，在葡萄牙，我们相处了1个星期，参加了一个魔术的高峰会。每天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等于上了1个星期的大师课，所以他也影响到我日后很多表演的风格，还有对魔术的思维。所以在这边呢，他离开了我们，我深深的缅怀他。大卫·巴格拉斯他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魔术师，他人生当中做过很多奇迹，都列入魔术历史的史册里面。他曾经在英国 Piccadilly， 就是英国的最主要的那条街道，有点像是北京的长安大街啦，好，最热闹的这条街道，整条街道时间暂停10分钟。他也曾经呢，在一个宴会上面，让观众亲眼看见弹钢琴的这个钢琴手弹到一半，整台钢琴瞬间消失，还有让飞机消失，反正总之有很多听起来骇人听闻的传说都被流传下来了。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上网去找找看，在这边呢，我们就不把它展开叙述。那么很多人都说，那今天这个东西我要教什么魔术？该不会是要重现巴格拉斯效果吧？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事情。首先，这个视频呢，我自己表演的视频，在很多地方表演的视频，网上可以搜得到。第二，在这个魔术课里面表演这个魔术是没啥意义的。举例来说，我让摄影师阿花随便说一张牌，让方宇说一个数字，数到这个数字就是那张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托吗？毫无意义。是的，所以呢，我在这边就不复述这个魔术表演的过程。但是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魔术，它的这个效果是有一点点接近巴格拉斯效果的。我称它为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版的巴格拉斯效果，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会的。这个魔术的表演的效果是这个样子。首先，我请方宇，我先说一下，我们没有串通过哈。方宇随便说一张牌。
数字吗？数字和花色，比如说方片3、黑桃6，什么都可以。黑桃5。黑桃5，黑桃5，我先看一下，这里面确实是有黑桃5，但是最重要是这个不能有。好，方宇，我们先来做个有趣的事情。这个牌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去动到它的顺序，好，我就这么拿着。好，请你1到52之间随便说一个数字。1到52。对，我会从下面开始数。33。好，我从下面开始数。1、2，就是用这种方式。好，3，一张一张数。好，4，我翻开来好了。好，一张一张。5、6、7、8、9、10。黑桃5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哦，没有，对。11、12、13、14、15、16、17、18、19、20。黑桃5还没有出现。21、22、23、24、25、26、27、28、29、30还没有出现。31、32。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最下面这张就是第33张。对。你刚刚说什么牌？黑桃5。如果奇迹发生的话，现在最下面这张就是黑桃5。教学时间，这个魔术非常简单，几乎没有任何的道具，不是几乎啦，没有任何的道具。好，你只需要一副扑克牌。开始呢，你可以请观众随便说一张牌，比如说呢，刚才方宇说黑桃5，对吧？好，我们把黑桃5找出来。好，这是黑桃5。好，可以用说的，可以用抽的。也就是说呢，他说黑桃5，好，我就自己把黑桃5找出来。或者呢，他随便抽一张牌，假设他抽到黑桃5，我就把它插回去。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现在让观众这张牌控制在整副牌的倒数第5张，好像这样子。好，1、2、3、4、5，在这对吧？这叫做控牌，用你自己个人喜欢的控牌方法，随便你。好，只要你什么？你不会控牌？难道你还没有看刘谦的扑克魔法学院教学吗？赶快去买一套回来，朋友们。这里面呢，从小白到中级这个魔术爱好者到专业流程，全部都包含在我的教程里面。控牌里面就已经教了不知道多少种方法了。真的不会控牌，我也不想买你的这个教学啦，好吧？在这边教大家一个不用手法的方法，好，就是我刚才前面所示范的。他说黑桃5，好，这个时候呢，我说黑桃5是吧？好。对，这个魔术不能有这个大王小王。当我在说这些话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我得先找到黑桃5，然后从前面1、2、3、4加上4张牌，把它切到最下面。好，当然动作不停，继续。鬼牌不见对，好，不能有这个，好，拿到一边去。借由找出鬼牌的动作，把观众说的牌移到下面第5张。当然，诚如各位所知道的，演技是非常重要的。好，如何这么光明正大的在观众面前做出这种秘密动作呢？完全靠的就是信念感和演技。我来示范一次啊！你好，这是一副扑克牌。好，扑克牌呢，当然呢，每一张都不一样。好，那个方宇，你随便说一张牌，数字和花色。黑桃5。黑桃，不，换一张。红心7。红心7是不是？对，红心7嘛，红心7。我看一下红心7的话呢，对，我差点忘了说，这个不能有。你刚刚多少？红心7，好，这个时候我已经把红心弄在倒数第5张的位置。好，总之就是让不应该看起来重要的动作尽量不重要，重要的动作是这个。知道，反正就这么一回事啦。好，总之呢，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让观众所说的牌或抽的牌，现在在最下面算上来第5张的位置。接下来，好，把扑克牌用右手这么拿着。好，这个叫扑克牌的长边，这叫短边，我们拿在长边上面，像这样。
来随便说一个数字。18。18。好，你说我现在从这边一张一张数，数到18张。好，这个时候呢，让观众看到你确实是在数的。好，这时候你自然的数了3张下去。好，第4张不给观众看。好，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观众说的牌了嘛，对吧？所以呢，1、2、3、4，好，然后你说啊，还是把它翻开来好了，翻开来，好，翻开来之后呢，马上去拿第5张的时候呢，仔细看，好，把它往后推大概1到2厘米，好，接下来你的数绝对都不会数到这张牌了，是不是很傻？朋友们，这不是很傻哦。这个手法在专业的术语里面叫做 sliding 滑牌。真正的 sliding 其实是单手把它滑下来的，啊，就是单手把它滑下来。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推一下之后再滑，都可以。好，那么为什么前面我要把它控制在第5张？为什么不一开始要把它放在最下面呢？有几点目的。第一个是我要让你看到底下的牌是真的是被我一张一张抽走的，所以前面这个4张呢，完全只是个演示，好，是一个障眼法。所以红桃七在第5张，前面有4张杂牌。我可以让你看到，哎，真的，我好像真的是，对吧？从下面一张一张抽的，好，应该是这样，对，然后反过来，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啊，我说啊，我把它反过来好了，记得什么叫做 misdirection 错误引导？这个时候我把它全部反过来说，我把它翻过来好了，这个时候大家的注意力就在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说，你看都没有红桃七，都没有红桃七，这时候大家在看这边的时候，我把它往后推。然后顺势拉一张这个出来，好，从下面看的情况是这样。好，从此以后这张牌就是一直在后面，好，当然小心点，不要以这个角度，好，然后也要小心不要出现这种露出，好，这边一定要齐齐的，好，这边挡住了后面这个部分，好，18是吧？简单啊，1、2、3、4、5、6、7、8。9、10、11，好，数到第17张，也就是观众说的那个数字的前一张，12、13、14、15、16。这时候是不是还是这个状态？我们要把这张牌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所以我就说16。下面这是17，对吧？好，其实这个处理方式因人而异，好，你也可以说。你可以把它这样拍回去，好，然后你也可以这样把它推回去，好。但是我个人呢，我喜欢16，那么最下面这张就是17了，好，就是我直接把它压回去，好，所以了解了吗？我们现在重新做一次，记得大王要放到里面去，好，随便说一张牌，方片5，方片5，好，首先找到方片5，前面加4张。切到最下面，然后继续摊，把鬼牌找出来，丢出来，说鬼牌我们不需要。好，接下来请另外一个观众或者同一个观众也可以随便说一个数字，不要太多，好，20 OK， OK， 好，太多数了很累啊，不是不行啊，好，我现在从这边一张一张数，好，先是背面的，一张一张数，好，数到第20张。OK， 啊，我全部翻开来好了。对，好，20嘛，5、6、7、8、9、10、11、12、13、14、15，什么牌？方片5还没有出现哦。是的。16、17、18、19，这是第20张，我们看一下。20方片5，好。好的，这个魔术呢，只需要用到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法，我称它为非常简化版的巴格拉斯效果。所以呢，我觉得它适合初级到中级的魔术玩家。那我希望呢，各位呢多多练习，多多表演。每次表演的时候呢，我们心中都可以想起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这么一位伟大的英国魔术大师，带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魔术效果。学会了吗？学会了。不过这本书到底是啥意思呢？